好家伙，2024年深秋的东京巨蛋，那晚的空气都带着一丝焦灼，全球棒球迷的目光全都聚焦在这片神圣的绿茵场上。一边是卫冕冠军，国际赛场上27连胜的霸主日本队，另一边则是默默耕耘、渴望突破的台湾队。这场世界棒球12强赛的决赛，不仅是技术的巅峰对决，更是一场关于韧性与风度的史诗级较量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谁能想到，就在第5局上半，那个名叫林家正的捕手，如同从天而降的雷霆，一棒将日本王牌户庆祥真的直球轰出了中外野，全垒打墙。那一刻，寂静的巨蛋瞬间被台湾球迷的欢呼声撕裂，1-0。紧接着，队长陈杰宪更是在满垒时一记惊天动地的3分全垒打，直接把比分定格在了4-0。我的天哪，这哪是打棒球，这分明是在东京巨蛋掀起了一场海啸，4分领先。台湾队就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，年轻的左投林玉明面对日本的豪华打线毫不怯场，4局无失分，稳如泰山。随后，张毅、陈冠宇、林凯威等投手一个个轮番上阵，将日本队的每一次反扑都无情地化解。比赛来到第9局，当一垒手朱玉贤干净利落地完成再见双杀时，全场沸腾了。4-0，台湾队完封日本队，历史性地夺得了队史首座国际赛事金牌。那一刻，东京巨蛋仿佛变成了泪水的海洋，所有的台湾队员冲上投手丘，紧紧相拥，泪水与汗水交织。那是32年漫长等待的终结，而今天，他们终于亲手打破了魔咒，终结了日本队在国际赛场上那不可一世的27连胜神话，为亚洲棒球版图写下了崭新的一页。然而，正是在这荣耀的巅峰，台湾队却展现出了令人动容的克制与谦逊，为这场胜利增添了更深远的意义。按照惯例，夺冠队伍都会在场上开香槟狂欢，尽情释放激情。可谁能想到，台湾队竟然婉拒了这项安排。总教练曾豪居在赛后记者会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这里是日本职棒的主场，夺冠当然值得开心，但我们希望将这份喜悦带回台湾再庆祝。短短一句话，却道出了台湾队尊重地主、克制自我的博大胸襟。在别人家的圣殿大肆狂欢，哪怕是赢得了冠军，也显得不够礼貌。所以，他们选择了将狂喜带回故乡，将当下的赛后仪式从繁化简。于是，我们看到球场上只有象征性的金色纸袋漫天飞舞，球员们只是简单的喷射着纸花，彼此拥抱，举起奖杯向四周致意。没有长时间的逗留，没有过火的庆典动作，更没有香槟洒满全场的疯狂，也没有对着对手嘲讽欢呼的姿态，一切都显得如此克制，如此有礼。这番举动让现场的日本观众既意外又敬佩。原来赢得世界冠军后可以如此低调，这种谦逊不仅体现在团队决策，更融入了每位选手的细节举止。决赛中轰出制胜3分弹的队长陈杰宪，在绕过三垒向本垒跑去时，虽然激情怒吼，但随后他并没有做任何夸张的庆祝动作，他只是激动地用手指轻点自己胸前的球衣，那里印着醒目的 Taiwan 字样。这简单的一指胜过千言万语，向全场宣告，这一刻属于台湾。他的动作不张扬，却力量十足。他没有比出嘲讽对手的手势，而是把荣耀归于身上代表的国民，
表达对家乡的感恩与骄傲。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年轻的王牌左投林玉明身上。此役他扛住压力，投出4局无失分的好成绩，是夺金的重要功臣。然而赛后面对媒体，他却谦虚地表示，这场胜利不是属于我个人的，而是全队共同努力的成果。一句话将所有功劳归诸团队，丝毫不居功。这些点点滴滴体现出台湾队整体散发出的谦和气质。台湾队的态度，甚至连对手也深受感动。赛后不少日本观众主动为台湾队鼓掌，许多人边鼓掌边赞叹，这才是真正的运动家精神。日本媒体纷纷以大量版面报道台湾队的风度，形容台湾队用实力赢得金牌，用态度赢得尊敬。甚至有日本球迷在社群网站留言表示，尽管自家球队落败，但看到台湾选手的谦逊表现，输给这样的对手也不算难看，反而为他们感到高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台湾队此番举动不仅感动日本，更在韩国引发了巨大的震撼与讨论。因为台湾队的表现恰好形成与韩国棒球截然相反的对照。谈到国际棒坛的争议庆祝行为，韩国队的投手秋插国旗事件绝对榜上有名，而且不止发生过一次。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出现在2009年的第2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WBC。 当年日韩两国在经典赛屡次狭路相逢，竞争异常激烈。韩国队在复赛击败了宿敌日本队，部分韩国球员在赛后情绪高涨，竟然异想天开地拿出一面韩国国旗，跑到投手丘阵中，将国旗插了上去。这一幕震惊全场，观众与各国媒体都傻眼了。在棒球这项强调尊重与礼仪的运动中，韩国队如此高调的插旗庆祝，无疑带有挑衅意味。这并非韩国队首次做出类似举动。早在2006年第1届经典赛，韩国队就曾在东京巨蛋击败日本后，兴奋地往投手丘上插满了韩国国旗。这个举动被广泛批评为缺乏风度，甚至被视为对主办国的一种羞辱。即便有过2006年的争议在先，韩国队似乎并未吸取教训。2009年经典赛，他们故态复萌。当年复赛阶段，韩国再次击败日本后，又一次将太极旗插上了美国圣地亚哥球场的投手丘。这种挑衅举动再度掀起轩然大波，引发国际舆论哗然。据赛后日本媒体报道，铃木一朗在休息室亲眼目睹韩国人插旗后，气得青筋暴跳，愤怒咆哮，怒批此行为非常无理且不能接受。许多日本球员和球迷都对韩国队的做法感到愤慨。然而韩国队当时对外的态度相当强硬，似乎并不觉得有何不妥。韩国媒体甚至以此大肆宣扬爱国热情，只是上天仿佛很快就给了韩国队当头棒喝。2009年经典赛决赛，命运再度安排日韩对决争冠，最终日本队以5-3击败韩国队，再度问鼎世界冠军。事实证明，韩国队过度高调的挑衅不仅没能真正打倒对手，反而激发了日本队更强的斗志，自己最终尝到了苦果。2009年的这场冠亚军戏剧性结局，成为棒球史上的经典一页，也让插旗事件成为日韩棒球恩怨的谈资，被视为反面教材。炫耀过头只会招致反噬，骄兵必败。韩国队的插旗行为带来的负面观感持续多年，甚至直到最近依然阴魂不散。例如2023年杭州亚运棒球决赛，韩国再度击败台湾队夺金后，场上又出现类似插旗的风波。一名韩国选手兴奋之余掏出国旗，想往投手丘上插，好在大会工作人员眼疾手快，上前阻止，才没让国旗竖起。但这个小插曲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更令人深思的是，当时韩国队中也有理智球员跳出来制止队友插旗行为。
根据报道，韩国队队长郑根宇在赛后坦言，任何球队都有输赢的可能，不要用这种特别仪式去激怒别人。可见，即使在韩国内部，也开始有人意识到，过往那种高调狂妄的庆祝方式，其实并不光彩，甚至有损自家形象。透过以上种种例子，韩国棒球给外界留下了爱出风头、胜之不武的印象。他们往往在赢球后选择以极端方式抒发情感，却忽略了对对手基本的尊重。这与台湾队此次夺冠后的低调谦逊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。也难怪当台湾队在东京巨蛋举行克制而有礼的庆祝时，不少国际球迷纷纷把两者拿来相比。台湾队和韩国队在国际赛场上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庆祝文化，一边是台湾队以谦逊自我要求，赢球后不忘尊重对手与地主，另一边是韩国队过往屡屡因胜之骄矜，以高姿态张扬国威。这种对比在此次12强赛后被放大，引发各国媒体与球迷热议。国际媒体纷纷报道台湾队赛后婉拒香槟庆祝的新闻，多数给予高度评价。美国一家体育网站称赞，台湾队证明了真正的王者风范，用实力赢得金牌，用态度赢得人心。日本体育专栏文章更直言，台湾队的胜利不仅改写棒球版图，更以行动提醒世人，赢球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，风度才是最珍贵的冠军奖杯。许多文章都将台湾与韩国的例子并陈，借此讨论运动精神的重要性。在日本，这场比赛结束后，甚至出现了台湾旋风，社群媒体上台湾队好样的、台湾有礼貌等标签在热传。这些言论反映出日本球迷对台湾队的高度赞赏，甚至对比韩国队时语带挖苦，凸显出台韩在日本人眼中的截然不同形象。有趣的是，就连长期以来把台湾队视为竞争对手的韩国媒体，这次也不得不点头称是。韩国某体育评论节目谈及12强赛时表示，台湾队的谦逊值得我们学习。他们在夺冠后的处理方式展现出成熟的运动家气度。韩国几家主要体育报纸在报道台湾夺冠消息时，语气明显谨慎克制，没有过去那种轻蔑口吻。毕竟此次12强赛，韩国队表现不佳，甚至在小组赛首战就惨遭台湾队击败，无缘4强。韩国舆论将本次赛事形容为韩国棒球的一次羞耻。韩国某知名球评说，过去我们总觉得台湾不足为惧，但现在他们用冠军证明了一切，我们更该检讨的是态度。这番话在韩国网络引起共鸣，不少韩国球迷留言表示，以前我们真的太高调，对别队缺乏尊重，结果技不如人，丢脸的是自己。韩国社群网站上甚至流传出一股学台湾的声音，呼吁韩国棒球要痛定思痛，面对现实。台湾首次拿下世界冠军，而韩国本届赛会连4强都没进。很多理性的韩国球迷开始认识到，成天陶醉在过往辉煌与高调作风中，已经让韩国棒球停滞不前。相反，台湾在默默耕耘中厚积薄发，终于完成突破。特别是台湾队谦逊的比赛态度，更显示出一种内敛的自信，反而比口号式的张扬更加令人信服。另一方面，台湾这座冠军也唤起了岛内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。长期以来，台湾队在国际赛事官方名称是中华台北，不少台湾球迷总觉得难以充分展现身份。然而这次12强赛，台湾球员和教练纷纷以行动突破框架。从预赛轰出全垒打的潘杰凯，穿上印有 Taiwan 字样的帽特出席记者会。开场自我介绍，我是来自台湾的潘选手。到决赛，陈杰宪手指胸口宣示台湾荣耀。台湾队上校用各种方式大方宣示自己的台湾队身份，这在国际媒体报道时也有所反映。
越来越多外媒直接称呼他们为 Team Taiwan。许多台湾民众看到这些画面，无不热血沸腾。有人说，台湾队不仅赢得比赛，也赢回了台湾这个名字在国际赛场的尊严。纵观各方反应，台湾队这次以德服人的胜利，得到了周边邻国和全球棒球界的普遍赞许。反之，韩国棒球过去那些好丢脸的插旗闹剧，如今在被旧事重提时，更显得不可思议与幼稚。透过两国棒球不同的待人处事风格，亚洲体育圈它仿佛上了一堂课。胜利值得庆祝，但更需要克制与尊重，这才是令对手与观众心服口服的赢家之道。台湾队在世界赛场上的这场大胜，不只是技术与实力的展现，更是体育精神的胜利。他们用谦逊、尊重、团结为亚洲棒球立下了新的典范。这面金牌的价值早已超越奖牌本身，因为它传递出的品格力量将长久留存在目睹这场比赛的人们心中。对台湾队而言，胜利是责任的开始。正如总教练曾豪居所说，站上世界第一并不意味着可以松懈自满，反而意味着肩上担子更重。未来他们将继续努力，保持谦卑，将这份荣耀化作推动台湾棒球向前的动力。在高处更需自我要求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才能让世界冠军不只是一时的头衔，而成为一种长久的实力。对每一位运动员与球迷而言，台湾队的故事也带来了深刻启示：尊重对手，方能赢得人心。运动竞技终有胜负，但一场比赛的价值远不止于分数高低，更体现在比赛中展现的态度与风范。当台湾球员在东京巨蛋选择尊重地主，将狂喜节制于礼节之中，他们赢得的不仅是一场比赛，更赢得全球的赞誉与敬意。最后，本片想传达给所有关注体育的人一个信念：态度决定高度。在场上拿下冠军固然值得欢庆，但唯有具备谦逊、尊重与高尚品格的胜利，才能在岁月中历久弥新，为人们所传颂。台湾队此次的夺冠与风范，无疑为亚洲体育圈上了生动的一课。真正的强者，无需以张扬霸道来证明自己，因为他们的实力与胸襟足以说明一切。反观那些曾经高调炫耀却最终失意的例子，只能成为日后的警惕。希望未来所有国家的选手与球迷都能从中得到启发，用实力说话，用态度赢得尊敬，让体育比赛超越胜负，成为传递友谊与展现人性光辉的舞台。台湾队的金牌之路告诉我们，荣耀属于谦逊者，光芒归于有德者。真正令人敬佩的冠军，不仅站在最高的颁奖台上，也站在道德高度的顶峰。这才是台湾金牌最令人动容、最值得尊敬的理由。祝福台湾棒球，也期待亚洲体坛因为这份风范典范而变得更加美好。恭喜台湾！让我们记住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态度成就永恒的高度。祝愿每一位为梦想拼搏的选手，都能在追求卓越的同时，闪耀人性的光辉。台湾，加油！亚洲棒球，加油！